大家好，我是牛奶。萧炎跳进血池后，极端狂暴的能量就铺天盖地地朝着他的体内钻去，那狂暴能量还带有一种极强的腐蚀力。随着能量的钻入，萧炎的身体爆发出了阵阵的白烟，一时间深入骨髓的剧痛让得萧炎的脸庞变得十分狰狞。我便不信连你本体都能解决掉，还解决不了你这天魔血池。深吸了一口气后，萧炎手中结印放出了异火，异火一出场，硫酸池瞬间变成了温泉池。经过异火淬炼后的能量不仅温顺，还异常精纯。伴随着那一股股精纯能量源源不断地涌进体内，萧炎盘腿坐伏于血池之中，开始了正式的修炼。直到3日后，血池已经彻底枯竭，盘腿坐于众多不知名骨海之中的萧炎才迎来了他突破的契机。金刚琉璃身，猛地睁开双眼，萧炎低喝道。旋即萧炎的身体几乎是瞬间便暴涨了起来，3丈、5丈、8丈、9丈。山洞之内金灿灿的巨人双脚踏立，随后一个屈膝跳了起来。凭借着惊人的铁头功和弹跳力，萧炎一举突破山顶，出现在了半空。随后一道惊天动地的低沉吼声在天际响彻。一早就听到动静跃上半空的一行人看到那巨大的金色人影，心思各异。气息长了许多，成功突破到9星斗尊了吗？彩铃喃喃道。少阁主的修炼速度当真是让人不得不惊叹啊。那青城长老也是轻叹道。一旁的纳兰嫣然却是满心的懊悔与悲哀。那本来应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那被她看作废物执意要退婚的男人，如今早已远远地把她甩在了身后。可悲的是自己不知道何时已经爱上了他，这或许便是当年的报应吧。纳兰嫣然暗道。如雷的音波散去后，萧炎就恢复了本体，朝着众人飞掠而来。在询问了一下这2天的情况后，萧炎决定立即启程前往古玉台。青灵见萧炎大手一挥就准备飞的动作，连忙出声建议，将那远古天魔蟒当作坐骑赶过去。毕竟远古天魔蟒的实力在这莽荒古域也算排得上号的，借势狐假虎威一把快速通过的话，能省不少的麻烦。这样好的建议，萧炎自然是采纳啦。其身形率先一动，便是掠上天魔蟒那庞大的身体之上。彩铃他们紧随其后。等彩铃、小医仙、云云等人都掠上了蟒背，青灵这才开启了这趟蟒行列车。有了天魔蟒代步，萧炎他们一行人简直不要太悠闲。短短2日时间，他们就接近了古玉台所在的范围。让青灵将天魔蟒收去后，萧炎等人又飞掠了10来分钟，才终于抵达了一片巨大的广场。在看到广场上那密密麻麻的人群时，萧炎明白这里应该便是那所谓的古玉台了。叮嘱完众人都小心一些，萧炎率先朝着广场的中心位置走去。只是刚靠近外围的人群时，萧炎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这种血腥并非人类，而是凶兽。这些家伙难道还组队去围剿凶兽了不成？萧炎心里有些纳闷，不过还是先找薰儿吧。萧炎有预感，薰儿一定在，古族肯定不会放过菩提古树这等机缘的。毕竟菩提心以及菩提子对于达到斗尊巅峰的年轻一辈都有着巨大的神效。一路走来，萧炎找薰儿找得认真，并没有发现其身后各有韵味的美人团被人视线骚扰了。在彩铃他们的怒气值已经过半了的时候，萧炎终于在中心圈的石台上看到了那抹倩影。然而萧炎踏上石台，正准备朝着心中的女孩走去时，却被一道冰冷的声音叫停了。这里不是你能上来的地方，滚出去！脚步微微一顿，偏过头，萧炎目光顺着声音望去。凤青儿，萧炎哥哥。听到动静的薰儿睁眼就看到了自家萧炎哥哥正冲着别的女人不屑一笑。呵呵，萧炎有些麻烦啊，没想到他还跟天妖皇族的人有过节。古华都统笑眯眯的道，皱眉看向另一旁的彩衣女子，薰儿轻声道，这天妖皇族倒也太过分了一点。
古青阳先看了看萧炎，又看了一下那彩衣女，随后淡笑道：先不要着急出手吧，萧炎能解决的。古青阳这话薰儿是很认同的，点了点头后，薰儿就将目光移向了他等待已久的女人身上。萧炎是不想理会凤青儿的，只道了一声聒噪，就抬脚想要继续前行。然而因为众人看热闹，场中现在安静的不行，萧炎的声音传出去了老远，凤青儿的脸色一下变得铁青，于是他出手了，彩色匹链撕裂空间，就朝着萧炎的脑袋轰去。萧炎左手探出，一把抓住匹链，下一秒火焰就沿着匹链朝着凤青儿暴掠而去。凤青儿见状，一声冷哼，就断掉了匹链，旋即体内气息一阵暴涌间，一道震慑天地的凤鸣之声响起。感受到这股气息的第一时间，萧炎就觉得这味道跟斗圣遗迹里那早已陨落无数年的远古天皇有点像。没等他多想，凤青儿那怨恨无比的声音就传来了：萧炎，今日定取你命，来偿还我所受到的痛苦。凤青儿这话，萧炎听起来多少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们之间是有仇，但说的好像自己狠狠地折磨过他一样。凤青儿其实就是想找一个发泄口才针对萧炎的。当初萧炎等人将龙皇本源果抢走后，凤青儿他们就将天皇的骨骸带回了族中。天妖皇族的强者为了不浪费隐藏在骨骸深处的纯正天皇精血，竟然选择将隐藏着天皇精血的骨骼直接移植到族人的身体之中。移植过程中的折磨与痛苦简直非常人所能忍受。被挑选出来接受骨骼移植的共有10人，而活下来的仅有2位，凤青儿就是其中之一。凤青儿认为都是因为萧炎抢走了龙皇本源果，才会有后面的事，所以萧炎必须死。然而彩铃等人见凤青儿还想动手，体内斗气皆是暴涌。天妖皇族这边的人见此情况不干了，纷纷朝着凤青儿周围靠拢。你便是萧炎？既然青儿要跟你切磋一下，那你便单独的上吧，其余的人便不要动手了，不然的话你们应该会吃亏的。一彩童男从凤青儿身后走出，道：吃亏的或许是你们吧。彩童男话音刚落，一道强势的声音突然从另一边传来：古青阳，你们也想插手？彩童男道：单打独斗倒也不需要插手，只是不太看得惯以多欺少而已。古青阳淡淡的道，随后看向萧炎，微微点头。萧炎回之一笑，之后将目光看向了古族人群中的那名青衣女孩。他知道天妖皇族不是寻常势力，古族现在愿意出手，多半是薰儿的缘故。对上萧炎的视线，薰儿冲他嫣然一笑，并没有说话。既然如此，那便由你去试试吧。同古青阳僵持了一会儿后，彩童男偏头冲着凤青儿道。得了令的凤青儿这下算是尾巴翘得比天高了，抬起下巴，目光冰冷地看向萧炎。凤青儿冷声道：萧炎，可敢一战？对于这迫不及待想挨打的要求，萧炎自然是满足他喽。如你所愿。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